支机动舰队出现在夏威夷岛附近海面，183架舰载飞机飞临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，倾泻炸弹雨。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立刻化为一片火海。这一天，改变了整个二战的形势和力量对立，整个世界战争进程从这一刻发生了断轴。中国以及中国空军的命运，也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怎么样，新兰？哦，处长，截获了一份日本外务省发给华盛顿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。特级密电？是的，只能交给军机室了，只有他们有破译的办法。好，我去军机室，请他们破译一下。好。我不习惯他们在作战飞机上随意涂鸦，这太不严肃了。听着，上帝历来是包容的，我认为只要有利于作战，小伙子们想画什么，就随他们去吧。士兵，你得去找些颜料。我命令所有的飞行员，在执行任务之前，都要给飞机换个颜色，刷上新的编号。我认为这能让日本人非常紧张，他们一定会惧怕飞虎队的战机的。上校，从美国发来的新闻快报。谢谢。是什么？终于爆发了。什么爆发？今天早上7点整，日出的时候，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向日本宣战了。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日本人卑鄙地偷袭了珍珠港。这对你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任务之艰难，远远的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不必躲在幕后作战了。全体起立，孩子们！这意味着你们是美国志愿航空队。你们是谁？美国志愿航空队。我听不见。美国志愿航空队。我还是听不见，因为我的耳朵被敌人的炸弹炸聋了。我们是什么人？美国志愿航空队。说得好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美国志愿航空队不再仅仅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而战，也是为了我们美国而战。因此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对准，并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即将升空作战的，我会为你们祈祷；即将献出生命的，我向你们致敬。敬礼！记住这个功用。司令官，讲。陈纳德上校来电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日本人已经全面占领曼谷。据可靠情报，日本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向滇缅公路移动。志愿队的第3中队协助英国人开始驻防仰光。上校将亲率志愿队1、2中队明天北上昆明。上校要求我们派出中航的运输机，把他们的地勤和指挥人员全部运往昆明。天，这个时候我上哪找到多余的运输机去？日本人在珍珠港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海域屡屡得手，
现在直取香港。我中航的所有运输机在香港抢运人员和物资。王兄，你想过没有？香港一旦沦陷，滇缅公路就将成为我唯一的一扇透气口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我们运输机的所有作为都是大人物报战。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你毛兄必须协调出3架中航运输机，昼夜不停地给我飞，一定要把志愿队的所有设备和人员运往昆明，形成空中战斗力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好，好，这得罪人的事儿，我不做。不就是些金银细软吗？是他妈的那些金银细软重要，还是国家的生命线重要？告诉他们，有什么屁话找夫人直接讲。夫人，你就别自找没趣了。我告诉你说吧，中航的2架专机运输机，拉的就是夫人在香港别墅的家私。我协调，我来协调就是了。一点不错。大本营派我到你们第5飞行师团，就为了协助你们扫荡美国人在亚洲的最后战斗机队。孙川将军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你们在珍珠港、菲律宾所向披靡，出尽了风头。现在剩下最后一点彩头，你们都不肯撒手。难道离开了海军，我们陆军就无法作战了吗？不，顾门将军，大本营没有轻视陆军的意思，完全是因为我熟悉这个对手。我和他已经打了4年的交道。作为顾问，我只是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说说，我们怎么才能打掉这群美国的空中牛仔？目前的情况如何？3个小时前，我们在泰国的基地派出侦察机，在仰光上空进行侦察拍照。这是在冬瓜机场上空拍到的。也就是说，陈纳德的全部志愿队战机目前仍然在冬瓜机场。是这样的，加上英国的皇家空军，目前在仰光有100多架战斗机，实力相当强啊！我已命令我第5师团主力机群，近日对仰光发起强行攻击。将军，你就没想过吗？我对珍珠港和菲律宾的空中突袭均为偷袭成功。我也想过偷袭，可是海军把他们打成了一群惊弓之鸟，他们24小时在仰光上空巡逻警戒，再想偷袭已无可能。那你就没有想过，首先攻击昆明，摧毁他们的昆明基地，
将是意外一击。昆明，对，打掉他们的昆明基地，扫除一切后顾之忧，然后再全力攻击仰光。到那时，即使我们在空中打不掉他们也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地面进军将很快占领仰光，陆军的坦克可以直接开进仰光机场。森川将军，您不愧是行家。是第二批次，3架中航运输机还得要2个航次，才能将仰光志愿队人员设备运来。这么说会一直坚持到黎明？那夜航的照明设备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已调来了4部汽车，用汽车前灯照亮跑道。不行，照明度不够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志愿队36架 P40就会到这儿，你让我该怎么办啊？可是别处再也找不到汽车。这样吧，从修跑道的劳工里找出600人，各持火炬。今天晚上列队在跑道2旁，一定要确保志愿队的安全上路。是。高大队。啊，改不了口，应该叫高参谋长。叫什么都行啊，少平，你知道我见了你多高兴吗？我这次叫你来，知道是做什么吗？是做志愿队的后勤总管，这美国人的吃喝拉撒睡全靠你了。但是，如果吃住行有任何一点毛病，我拿你是问。放心吧，没问题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美国人入驻。哎，我说高大队，咱们中国人这个热情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看看这菜单，你看看啊，我干了这么多年后勤，从来没这么阔气过。我还特意把昆明饭店的大厨师还有甜点师都调来了。他们一天吃肉的量，是咱们中国人1年吃肉的量，这太……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咱们账啊不是这么算的。你看啊，这日本人虽然在珍珠港和菲律宾频频得手，他的飞行部队呢更加骄横不可一世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他们胃口太大了，而且战线拉得太长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想我一定能迅速地夺回西南的制空权。我信你，没问题。参谋长，有电报。河内日军第5飞行师团有新的动向。看来双方都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都看准了昆明。36架 P40已安全着陆，上校及指挥人员已搭乘中航的运输机安全到达。告诉志愿队，咱们进城就在机场安顿，让地勤把他们所有飞机油都给我加满了啊！通知少平，让他把后勤保障给我从城里搬到这儿来。是。
好，上校。上校，有你出任中方的参谋长，我就放心多了，因为有你在，至少能睡个好觉了。上校，这觉呢你是睡不了了。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第5飞行师团的作战情报，明天日军就会来昆明。这帮混蛋！你的情报可靠吗？十有八九吧。云南境内已经开启了所有的对空情报网，我们有几千人在日夜的不停的监视着。一旦河内的敌机过来，我们有1个半小时的预警时间。我的司令部在哪儿？上校，是你啊，胡少校！没想到我们2个又凑到一块儿了。上校，我仍然是你的翻译兼联络官，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胡少校，你别想和我克莱尔里陈纳德平起平坐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现在仍然是你的长官。好了，快点，领我去我的司令部。是。上校，指挥所就在佛塔下的石洞内，坚固而不引人注目，并且配有双套的电话和电台设备，来沟通空中战机通话和整个地面情报网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。当然了，这是佛地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一定会给你带来吉祥。真的会这样吗？老实说，我有些紧张，毕竟我的那些战术要经受第1次实战检验。不应该啊，上校，我跟着你4年了，从没见你紧张过。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在过去的4年里，我一直是在旁边出主意，但是这次不同，这一次。我必须要对整个战斗负全部责任。克拉克他们可没有这个口福了。比起仰光，这儿简直就像天堂。太好吃了，太周到了。中国人居然为我们每名飞行员准备了1升威士忌，而且是地道的法国黑麦威士忌。哦，我看看，真的吗？我拿1瓶，我正觉得该有一点刺激才好。这酒可不是给你们喝的，那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用于治疗毒蛇咬伤或伤口感染的。奥尔加护士吩咐，必须每人随身携带，万一被击落地是用得上的。我的天哪，还没打呢，你就考虑后路了？奥尔加护士说，中国农民使用人粪来为稻田施肥。而美国人对外国的微生物缺乏免疫力，所以每名飞行员必须认真处理每一处伤口，性命攸关，明白吗？我们身上已经接种了不下5种疫苗，要是受伤，伤口流出来的都是免疫血清。服从命令，做最坏的打算。哼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能留胡子了。为什么？万一被打下来，被日本人抓住该怎么办？留胡子会给日本人提供额外的酷刑手段，他们会一根根地拔光你的胡子。总之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顾满将军，我没有看到你的护航战斗机，请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森川将军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的战斗机群昨晚已调往曼谷，集中用于对付仰光的突击。至于鸟巢空空的昆明，我想用10架轰炸机就足以对付了。摧毁支那人的基础设施，战斗机群是帮不上忙的。你是能省则省啊！对付蟑螂，能用火钳，就不用棒槌。报告，方向河内，截获日本空军电台呼叫信号，其攻击机群已经升空，在空中完成了编队，正向我进行。机架，
从通讯的数量上判断，应该在9到12架之间。过接上校的指挥所。是，明白。我马上告诉上校。上校，大约10架日本轰炸机在老街越过云南边境，正向北飞来。命令支援队进入1等战备，全部在起飞线待命。是。伙计们，记住程序没有？中队长放心。很好，重复一遍。杰克的2中队4机编队拦截，霍华德另一4机编队在昆明上空做防御性巡逻。我1中队16架飞机在昆明偏西高空待命区飞行。一有战事，立刻投入战斗。对，都记住自己的位置。兄弟们，走！给昆明发报 ，X-10号防空站，听到云层上空有发动机噪音，向西北而去。X10站听到沉闷的发动机声。报 P8站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飞行。报告 C23站的高空云层中有多种噪音。逐条报告，上校指挥所，敌机正向我纵深挺进。是。我命令2中队可以起飞了。是。可以确定，来袭敌机一共10架，为9机重磅轰炸机，10点45时到达楚雄上空。鲨鱼翅蓝色呼叫基地，鲨鱼翅蓝色呼叫基地，我们在向东搜索，尚没有发现敌机，尚没有发现敌机。我说克莱尔，你等待了4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。你的美国小伙子们将在中国地面空情网的协助下，用美国战斗机同那些横扫了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。是的，你似乎看到，此时每一个 P-40的座舱内都载荷着中国的命运，飞行在云南的上空。真希望你能年轻10岁，也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，而不是待在这个洞穴里。这样，你能闻着氧气面罩中那淡淡的橡胶味儿，通过瞄准镜中的草莓红光环，注视着无边无际的天空，那该是多么的惬意啊，克莱尔。孙川将军，我们的声东击西是不是可以结束了？命令，我攻击机群，转向昆明，目标敌空军基地，撤
彻底的摧毁那里的一切。是。在那儿，皇帝，他来了。不，马修，那不是日本飞机。怎么不是？那不是太阳旗吗？天哪，还真是！鲨鱼是蓝色呼叫基地，昆明东60英里处发现敌机，我们准备进攻。迪克，坏蛋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你的16架 P-40马上赶往昆明东南的夷陵，日本人一定会途经那里，送他们下地狱。鲨鱼是红色明白。慌什么？慢慢讲，我听着呢。长官，我们头顶上的云层全乱了，平壤开封了，有个大家伙掉下来了，不得了了，中山了，炸了，全都燃烧起来了，还在打呢，地下要崩洞的。伊良上空发生空战，那就是说，日本飞机在昆明近郊遭到拦截后，往境外撤退途中，双方遭遇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一定是陈纳德这个老家伙，用我们在南京空战的经验，在敌机返程的途中拦截了他们。长官，又掉下了一个大飞机，是日本的，双引擎，飞机又向南去了，你先听到可以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继续观察。高大佐，新兰，你给我盯好了敌电台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敌机进入我方境内就一直沉默，搜不到通信信号。等，他会出来的。明白。马上过接上校指挥所。是。接上校指挥所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参谋长，指挥所说，上校已经前往机场。哼，这美国人还真有两下子啊！陈纳德呀，这仗一下子打完了。哎，部长，救火没有？应该救火。什么叫应该救火？受空中通信距离的限制，指挥所的电台接收不到完整的空战情况。好在呢，上校把该下达的命令都下达了，应该有救火。就冲这老头子的功力，你也得相信他。那都不算，打下来才是真的。那就等着瞧吧，看他们回来的时候翻几个滚儿。啊？翻几个滚儿？是什么意思？美国佬的习惯，凡是作战回来呢，先对机场做一个俯冲，然后拉一个快滚，表示打掉2架敌机。什么毛病？你给我都看清楚了啊！到底打几个滚儿？看，回来了！啊！来，看。这没打滚啊！一架都没打下来啊！真是太棒了！这打得太过瘾了！这该死的日本人，要不是我的机枪卡壳了，会揍下来更多。都冒烟了，我们各打各的，跟撵兔子一样。该死的，全乱了，疯狂射击，全都是。孩子们，你们现在都已经语无伦次了，我请你们一个一个的说。阿秀，你先说。头，如果每架飞机悬赏500的话，那么今天您可要破费了。10架轰炸机，每架都有冒烟。在我眼前栽下去的就有4架，头，我们是最棒的。真的吗？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，迪克？
保守一点儿，我们也至少打掉了日本人的一半飞机，其余的也都歪歪斜斜的拼命往南逃。我们是最棒的头。这帮混蛋，好极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们干的真是非常出色！嘿，嘿，万岁！嘿，嘿，万岁！下次要把他们全都打下来。飞虎队是最棒的，先生们，让我飞吧！飞呀，飞呀！综合各监测站报告，在昆明以南找到6架敌机残骸，其余4架敌机带伤逃越边界，回河内群逃。志愿队除1架 P-40耗尽燃油，在昆明市郊稻田里迫降，其余全部安全返航。这美国佬开场就打了个6比1。参谋长，从破译的日军通信上看，此次偷袭昆明的日军轰炸机中，只有1架平安降落在河内机场。怎么说？是9比0了。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个消息不便公开，否则日本人就会知道他们的密码已被我破译。好啊，好啊。乡亲们，谢谢你们了！你们是来自大洋对岸的英雄，是空中的飞虎，是我们昆明百万苍生的守护神呐！你们是伟大的兄弟和朋友。中国古代先贤早有盛言：兄弟休戚相关，则外辱何由而入？我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！你们替我们打下了日本鬼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不信，这群空中流氓竟然比珍珠港、菲律宾那些正规空军还难对付。恐怕是这样。一次交手，不足为凭。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安泰的英雄，每次作战，他总有一只脚不离开大地。陈纳德就是安泰式的人物，他的脚始终踏在支那的大地上，从那里汲取营养和力量。那我就切掉他仰光的部分。据此次幸存的飞行员报告，驾驶支那飞机的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完全不按章法，我们的飞行员完全不能适应。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一群流氓。参谋长，到！传我命令。命令，我曼谷主力机群
倾巢出动，给我消灭仰光、加莱顿机场所有美国支援队。是。通讯官，到。立刻联系东京广播电台，让他们发布一则通牒，内容如下：驾驶支那飞机的美国飞行员，完全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匪徒。如果他们再不放弃那些毫无章法的战术，我将视其为游击队，取消日马公约所规定的全部战俘待遇。报告。游击飞行队的头号目标在河内出现。森川俊雄，正是。他此时正在河内，明天一早会乘坐专机飞往广州。一般日军的高级将领乘坐军用飞机巡视，每到一站才会向下一站发出通报密电。可是河内的日军违反了常规，接连向汉口、广州发出了通报。听说他是要途经广西湖北，再去广东。从通报密电上看，是非这条航线。丰田有眼呐！是冤战路窄，我军可在广西的途中伏击他。可太不凑巧了，这萧广东啊、老杜他们在芷江机场，这杨明达就更远了，在浙江衢州机场。森川的专机明早7点会在河内起飞，大概9点左右会途经广西上空，只有广西有机会。我是高云天，立刻通知中航民用飞机机长，我要征用他的飞机去桂林。现在，马上准备。你跟我一块去吧。现在就飞桂林？只有在那才会有机会，因为我在那藏了2架驱逐舰。他就住这儿。对对对。在吗？在，洗澡呢。你让他出来，他对象来看他来了。不，对象，不是对象，是家长。家长啊，家长，家长，你明玉家长。哦，行，先里边请，里边请啊。请进去。来，你喝水。谢谢啊。那个就是我们大哥刘渔夫的宠物。那个，咱们还有事儿吗？我要洗衣服，我要洗衣服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我看没洗。哎，郑太太。哎，小刘。来，快坐。没事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真不用，我这什么都不缺。那也得要。他们都很好奇啊。嗨，你不知道，每次你来信的时候，他们都得嘲弄我。干嘛嘲弄你呢？他们是不相信我这个家长啊。这么年轻漂亮。桂林救济署也批物资发放到昆明，我过来办手续，顺便来看看你。怎么样，还好吗？挺好的。
怎么个好法？看见刚才那几个人了吗？他们都管我叫老大。干嘛这么称呼你？训练飞行我都第一呀。是吗？真棒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航校拿第一不算什么，作战部队拿第一那可费了劲了。你还带着呢？那当然。哎，托他的福，要不是能拿第一嘛，一直带着，洗澡的时候我都不沾。其实这就是信念。人呐，要是有了信念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好。